老板问华东区复购率为什么掉了 ，AI 很快给出一份漂亮分析。他会回答，不等于他已经能做完整的数据分析。比如他说上海下滑明显，可能和促销结束有关，听起来挺合理。数据负责人却会继续问，复购率怎么算？退款订单排除了吗？为什么先看地区，不先看渠道和品类？促销结束是数据证据还是模型猜的？判断一个 data agent 到了哪一级，要看3件事：谁设计流程，谁能操作真实环境，谁负责把任务跑完。这条视频就用 L0 到 L5把这件事讲清楚。2026年2月，香港科技大学、广州、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4位研究者发布了一篇 SIGMOD 2026教程论文，让他们借鉴自动驾驶的分级方式，把 data agent 分成6级，从 L0 一直到 L5。论文给 data agent 写了一个公式，一个智能体接到任务，面对原始数据，在数据库、代码解释器和 API 这些环境里借助模型工作，最后交付结果。这里最容易漏掉的是环境。普通聊天模型可以看你贴进来的一张表，然后给建议。到了 L2 agent 才开始自己找表、读字段、跑 SQL、看报错、清洗数据，再根据中间结果决定下一步。真实企业里的数据也不是一张收拾干净的小表，上游有业务库和用户行为买点，中间有清洗、转换和指标计算，下游还有看板、预测模型和经营报告。前面一个口径取错，错误就会沿着整条流程传下去。比如复购用户的定义错了，后面的地区对比、渠道拆分和原因归纳都会跟着错。最后的报告可能没有任何红色报错，但结论从一开始就站不住。先看 L0 分析师自己找表、写 SQL、清洗数据、选维度、写报告， AI 没参与，任务完全由人主导。到了 L1， AI 像一个参谋，你把表结构发给他，让他写 SQL， 或者把查询结果贴进去，让他总结趋势。他能回答，能建议，能生成代码，但不能直接进入数据库环境。论文把 L1 叫做无状态的疑问一答， SQL 还是人来执行，报错由人处理，结果也由人验证。每次交互主要依赖眼前这轮输入，整条工作流程仍然靠人串起来。L2 不一样， AI 开始有了手和眼睛，它能连接数据库、代码解释器和外部 API， 读取环境反馈，调用工具执行 SQL。 语法错了，它还可以修改后再跑一次。但 L2 的路线图仍然由人来画，你得告诉他，先确认复购口径，再拉订单，排除退款，然后按地区、渠道和品类拆开，最后输出图表。 AI 把每一步做完，人来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。到了 L3 agent 接过的是任务编排，你只给目标查清华东区复购率为什么下降，他要自己拆任务，判断先核对指标口径，还是先检查数据质量，决定查哪些表，按什么维度探索，还要根据结果不断改计划。人不再逐步发指令，但也没有退出，人要审核计划，批准高风险动作，检查证据，验收结果。这里转移的是任务主导权，不是企业的经营责任、合规责任和法律责任。L4 又往前走了一步，它不等人先提问，而是长期监控数据湖、指标和模型，主动发现数据漂移、性能下降、表结构变化和异常波动，再自己排优先级，组织处理。L5 接近自主的数据科学家，现成方法解决不了问题时，他还能提出新算法、新表示或新实验，验证假设，再迭代方案。不过论文把 L4 和 L5 放在研究路线里，离成熟商用还有距离。把6级放在一起看，分界很清楚， L1 给建议， L2 按人设计的流程执行， L3 自己编排任务， L4 主动找问题， L5 尝试创造新方法。这里最容易混淆的是 L2 和 L3。 从 L1 到 L2 agent 得到了工具执行能力，从 L2 到 L3 换的是任务编排权。 L2 很像照菜谱做饭，人把洗菜、切菜、热锅下料的顺序写好，机器人按步骤执行。某一步失败，它可以重试，但食材突然变了，它通常不会自己换一套做法。放到数据分析里，一个 L2 系统可以按预设流程取数、画图、写报告，流程外突然多了一张新表，业务换了一个新口径，或者出现一种没见过的异常，往往还得等人修改工作流。接近界 L3 的系统要根据任务现场动态调整处理管线，前一步的结果决定下一步查什么，后面出现矛盾，它还要沿着数据血缘，也就是结果依赖的上游表和加工步骤，回头检查前面的假设。所以测试一个系统有没有到 L3， 不要数它接了多少工具，给它一个目标，再故意加入一次计划外变化，看看能不能自己改路径，还能不能把改动原因讲清楚。多 agent 能调用20个工具，一句话生成报告，这些都不能直接证明它是 L3。 真正要看的是事情没有按演示脚本发展时，谁来重新判断下一步。这就牵出另一个词，状态。一条真实的数据分析任务可能跑几十分钟，也可能跨好几天。agent 如果每轮都像刚进项目的新同事，工具再多也只能做很短的任务。这里的状态不只是聊天记录，他要记住当前目标和业务口径，
用过哪些数据源和版本，做过哪些清洗和转换，每一步产生了什么中间结果，哪些假设已经被推翻，哪些动作通过了审批。举个例子 ，Agent 先发现上海复购率下降，然后按渠道拆分，发现下降集中在一个投放区，再往下查，他又看到这个渠道月初改了用户标识规则。有状态的 Agent 会把地区异常、渠道集中和标识变化串成一条可回查的记录。他会重新问，最初看到的复购率下降会不会只是用户 ID 变化造成的统计假象？没有这些状态，他看到的是3个互不相干的回答。有了工作记录，他才知道前一步为什么做，后一步推翻了什么，人也才能沿着数据操作和审批记录倒查一条结论是怎么来的。论文把目前具备部分 L3 特征的系统叫做 Proto L3， 也就是接近 L3 的原型，但他们已经能在长时间交互里保存状态，根据中间反馈修改计划。但很多系统仍然依赖受控环境、整理好的数据和预先准备的工具。为什么完整的 L3 这么难？让模型列一份计划并不难，难的是把计划放进每天都在变化的企业环境里，一边执行一边重排，还要经得住复查。第一个问题是计划要边跑边改，复购率下降，可能先查指标口径，也可能先看数据有没有及时更新，可能按地区拆，也可能看首购渠道、商品结构和客户生命周期。Agent 得自己判断当前证据够不够，是否值得继续深挖，这叫长程规划。它不是列一张待办清单，然后从第一项做到最后一项，它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改顺序、补任务，放弃已经被证据推翻的方向。第二个问题是错误会往下传， SQL 语法错很好发现，能正常运行的错误更危险。字段选错、口径过期、去重规则不对，都可能在前面悄悄发生，到最后才变成一份解释的很完整的错误报告。第三个问题是环境每天都可能变，数据库会加字段，表会迁移， API 会升级，业务也会改指标定义。昨天能跑的流程，今天可能读到旧表，上个月正确的口径，这个月可能已经换了负责人。 Agent 要识别变化，判断影响，修改计划。还得分清到底是业务真的变了，还是数据系统只是换了一种记录方式。第四个问题是治理 Agent 只给建议时，人可以在执行前拦住错误，等他能改数据、调配置、重写处理管线，一次误判就可能影响很多下游系统。权限、审批、日志、成本上限、回滚机制都得和自制能力一起设计，最终由谁审批、谁签字也必须说清楚。这系统可以接手更多工作，企业不能把责任一起甩给模型。一项叫 DAComp 的评测，构建了210个接近真实数据工程和开放式分析的任务。研究里的先进 Agent 在数据工程任务上实际执行成功率低于 20%， 开放式数据分析的平均得分低于 40%。 这两个数字用的是不同评分方法，不能直接横向比较，也不能代表所有商业产品，但它们说明写对一段 SQL 只是一个环节，把几十个互相影响的步骤稳定跑完仍然很难。企业选 Data Agent 也没必要一味追最高等级，财务结账、授信、审批、医疗分析这些高风险场景，一个边界清楚、可复查、关键动作必须确认的 L2 可能比偶尔失控的 Proto L3 更有用。现场评估产品时，先问他能碰哪些系统，他只是生成 SQL 还是能连接真实数据库并读取执行反馈，权限是只读还是可以写入、改配置、调用外部系统。再问谁决定分析顺序，流程是产品团队提前写死的，还是 Agent 能根据目标和中间结果重新编排？计划时谁来批准？第三个问题是工作记录，它会不会保存指标口径、数据版本、转换步骤、中间结果、失败原因和审批信息？换一轮对话以后，这条证据链还在不在？第四个问题是他怎么知道自己错了？但他只检查 SQL 了能不能运行，还是会验证数据质量、交叉核对指标、识别异常结果，再沿着数据血源回查上游错误。最后问出事以后怎么停、怎么查、怎么恢复，有没有最小权限、人工确认点、完整日志、成本限制、隔离测试环境和回滚机制，最终结果由谁签字负责？判断等级时，先看任务主导权在哪里。L1 主要给建议， L2 进入环境，按人设计的路线执行。到了 L3， 系统应该能决定下一步做什么，并根据反馈修改计划。企业仍然要保留最终审批和签字的人。下次看到一句话完成分析或者全自动 AI 数据科学家，先别急着看那份报告有多漂亮，问问他口径变了会不会重查，数据冲突会不会改计划，操作越权能不能停，前面的分析链路能不能核对，比最后一页写的像不像专家更重要。如果这套 L0 到 L5 的判断方法对你有用，可以先收藏，下次评估 AI 数据产品时，把那5个问题拿出来逐条问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，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